金钱豹挖到了一块上古奥利给，他立马喊来了铲屎官，用铲车拉了出来。冰块的表面散发着诡异的香味，小伙没忍住伸出舌头尝了尝，竟是水蜜桃味的。虽然这玩意儿非常厚，但是隐约能看到里面似乎冰冻着一个人类，这让两人非常好奇，于是找来了暖宝宝和微波炉，放在周围开始不断的加温，被融化的水像憨喇子似的哗啦啦的往下流。突然冰块开始咔咔作响，没过一会儿里面的东西就露了出来。被冰冻了10000年的野人终于醒了过来，刚醒的野人非常的懵逼，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，可是一个不小心，这操作把一旁的小金毛都给吓愣住了，看着比自己还傻，急忙上前安慰起了野人，这让两人惺惺相惜，当场就拜了把子。口渴的野人找到了一条小溪，趴下就畅饮了起来，喝的那叫一个香。这时一辆垃圾车突然开了过来，野人把它当成了剑齿虎，上来就要拼命，结果司机就摁了下喇叭，野人就被吓得拔腿就跑。被吓坏的他跑到了二蛋家里，意外踩到了地上的遥控器，没想电视里放起了糖果齁咸，让野人也跟着嗨了起来。这时二蛋兄弟俩刚放学回到家，就在窗户上发现了野人的脚印，屋子里到处都是奇怪的符号。他们顺着痕迹找到了野人，打开门后顿时就蒙了圈。野人为了自保，正在地上取木钻火，突然看到身着怪异的二蛋，把野人给吓了一跳，拿起棒子就要上。关键时刻托尼拿出了打火机，这才让野人冷静了下来，因为在他们的时代，火代表的是神圣，是希望。看到两人能轻易的变出火焰，野人也认可了他们。看着野人身上10000年的皴，两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这个男人10000年没洗澡了。一旁的金钱豹不信，拿舌头上去尝了尝，顿时就怀疑了豹生。为了给他改头换面，二蛋把家里所有的洗涤剂都倒了进去，又加了好几瓶花露水，接着再用9块9的电动牙刷把已经发酵的嘴里里外外都刷了一遍，结果浴缸就变成了这样。洗了几十次后，野人终于露出了原本的样貌。随后托尼拿起推子给野人整了个精神小伙的发型，为了让他尽快融入现代生活，二蛋给野人起了个霸气的名字德彪。第二天两人带着德彪就来到了学校里，谁知他刚到就看上了一个老妹儿，当场就展示起了才艺，从5楼一跃而下，毫发无伤的他径直的向妹子走去，上来就要抢人，差点就让妹子给得逞了。幸亏二蛋及时赶到，才让野人逃过一劫。晚上吃饭时，德彪被一个苍蝇吸引了注意力，只见他双手一挥，抓住了讨厌的小家伙，可接下来的动作让所有人都蒙圈了。没吃饱的他又和小金毛抢起了食物，两人你一口我一口，吃的那叫一个香。第二天女人把他们约到了滑冰场，没想到德彪却并没有把妹子当回事儿，而是在镜子上画起了猛犸象。另一边二蛋正在勾搭女神秀琴，谁知却惹到了校霸情敌，对着二蛋就是一顿胖揍，就连德彪也没放过。虽然他是个野人，但是性格却十分的温顺，因为野人从来不对同类下手，挨了一拳后转身就离开了。可瘦小的二蛋却咽不下这口气，准备培训德彪回去报仇。1万岁的野人学起了现代武术，什么摔跤全靠演的 WWE， 输出全靠吼的跆拳道，全都让他跟着学了起来。为了让德彪的体力跟上，一顿要给他吃8斤笨鸡蛋。很快他就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，甚至学会了打字上网。这天两人带着德彪来到幼儿园857，二蛋又遇到了女神秀琴，可秀琴却喜欢上了更有男人味的德彪，两人玩着不亦乐乎，这让二蛋非常伤心。到了晚上，二蛋看着外面挖出德彪的深坑，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带着德彪就往郊区开去。两人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他把行李交给了德彪，决定让他自生自灭。可就在这时，托尼及时赶到了这里，他非常鄙视二蛋的做法，竟然为了一个美女而抛弃了兄弟，两人甚至还动起了手。关键时刻还是德彪回来拉开了两人，这下也让二蛋感觉到了愧疚。三人重新和好如初。回到家，为了帮助兄弟追求女神，二蛋亲手为德彪打扮了一番。舞会上，可恶的校霸又来闹事了，他把所有人都嘲讽了一遍。这次被侮辱的德彪没有忍气吞声，只见他耍了一套中国功夫，轻松的解决掉了校霸。就在这时，玻璃上又出现了奇怪的符号，两人急忙冲进了屋子里，原来是德彪的妻子穿越到了这里，这让两人非常激动，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。故事的最后，秀琴还是接受了二蛋的追求，从此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。我是雷山，带你发现更多好电影。